皇上，您快看，那是什么？慌什么？一座荒岛而已，难不成还能长出金山银山来？这真的是孤星岛？皇上，那是什么船？警告：前方舰队已进入孤星岛领海，请立即放下武器，停止前进。朕的大钱要完了。护国公府众人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护国公陆振南勾结外敌，私通边军，念其祖上有开国之功，朕不忍诛其九族，特免死罪。即日起，陆氏全族一并流放孤星岛。这不可能！老爷镇守边关30年，怎么可能背叛大钱？别人穿越不是皇子就是世子，我倒好，刚穿越就被发配荒岛。皇上为何如此待我？陆老爷，咱家只是奉旨办事，你若有冤，到了孤星岛之后，慢慢向海风诉去吧。来人，全部带走！下去，都下去！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这地方连粮食都没有，我们怎么活呀？谁说这里活不下去？小少爷，您拿那怪虫做什么？怪虫？这可是肉！陆晨，你莫不是被吓傻了？这种海边怪物也敢吃？万一有毒怎么办？是啊，小少爷，这些东西长得张牙舞爪，一看就不是善物。一群土包子，居然连螃蟹都没见过。都别哭了，想活命的跟我走。今天我先教你们吃第一顿海鲜。姑娘，怪虫，好多怪虫！少爷小心，这怪虫会咬人！看见没有？抓这东西不能从前面抓，要按住贝壳。它咬我！它咬我！我刚才说了，从后面按它的贝壳，别伸手进去掏。这种贴在石头上的贝壳也能吃。那边水坑里的小鱼小虾同样能吃。男丁分成3队，第一队去捡干柴，越多越好。第二队在这片礁石区抓螃蟹、捡贝壳，但不要乱碰颜色鲜丽的东西，也别下深水。第3队跟我去林子边缘找淡水。没有水呀，没有水怎么活？海水又苦又咸，根本不能喝，我们恐怕撑不过3日。这里挖，挖什么？挖水。这里怎么会有水？愣着干什么？挖！有水，真的有水！你怎么知道这里有水？草长得旺，泥土又湿，说明地下有水。这种地方挖浅井很容易出水，水太浑，不能直接喝，先放一会儿沉淀，再烧开。烧开？就是煮沸。可我们没有锅啊！先凑合着用，总比喝生水强。就算闻着香，也未必能吃。能吃。小少爷，能给小的尝一口吗？怎么样？有毒吗？香，太香了！都别急，人人有份。小少爷，我也想尝尝。
给我一个！别抢，别抢，那只是我的。三叔，你不是说宁愿饿死也不吃吗？我是替大家试毒。三叔，毒不毒？尚可。陈儿，父亲，这些东西当真足够我们生存下去？只要不乱来，短时间内饿不死。海里有鱼虾贝蟹，林子里应该也有野果和猎物。眼下最重要的不是别的，而是先活下来。明天开始，先解决3件事：吃饭、喝水、睡觉。明天一早分3队，第1队继续赶海，保证所有人都有东西吃；第2队扩大水井，把取水的问题解决；第3队砍树搭棚子，至少让老人和孩子有地方睡觉。等大家安顿下来，再慢慢探索这座岛。陈儿，父亲，今天必须先搭棚子，至少让女眷和孩子晚上能避风。你来安排。大哥，陈儿懂些杂书上的东西也就罢了，可搭建住所不是小事。若棚子塌了，砸上人怎么办？是啊，老爷，小少爷毕竟年纪轻。昨夜能找到吃食，是他运气好。可建房子这种事儿，还是要稳妥些。我们现在没有斧头，没有锯子，也没有铁钉，所以不盖房，只搭棚。棚子不用高，先挡风，再防雨。背后靠树林，前面面向海滩，中间留火塘。老人孩子住最里面，男丁轮流守夜。你说的简单，没有钉子，木头怎么固定？用藤条绑。藤条能结实到哪里去？三叔要是不信，可以自己搭一座。搭就搭。沙地不能硬插，要先挖坑，再埋石头压住。棚架不能四四方方，要做成3角。3角最稳。真的不倒，里面风小多了。三叔，还要不再试一座？我看你这法子，倒也不是全无道理。至少今晚不用再睡在风口里了。这才像个能活人的地方。小少爷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鱼篓，鱼能进去，就不容易出来。小少爷，这口子怎么越变越大？等退潮回来，你们就知道了。这水还是浑，先铺碎石，再铺细沙。这些东西能让水变干净？能变清，但还不能直接喝。真的清了。有水了，咱们真的有水了。烧开再喝。小庄主，有鱼！鱼篓里全是鱼，他们还真自己钻进去了。不是他们傻，是他们饿。陈儿，从明日起，营子里的事，你来定。好。
小少爷，您看什么呢？红的像锈，分量又沉，这可能是铁矿。老人和孩子负责捡柴、收草，女眷负责处理食物、编藤筐、晾晒鱼竿。男犊分成3队，一队赶海，一队砍木，第3队跟我进林子。就是这里，咱们挖这么多泥巴干什么？做锅，做碗，以后还要做缸。少爷，这也太脏了。嫌脏的话，以后继续用贝壳喝水。少爷真厉害，泥巴还能变碗。以后是不是不用拿贝壳喝汤了？是不是坏了？全裂开了吧？第一次烧，裂几个很正常，能成一半就算成功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！泥巴变成碗了！晨儿，你救了大家。这才刚开始。晨儿，这次又要做什么？制盐。海里不是到处都是盐吗？还用制？海水里确实有盐，但直接晒出来的海盐可不是你们平时吃的精盐。小少爷，盐不就是盐吗？海盐里面除了盐，还有苦露，里面混着很多杂质。直接吃的话，又苦又涩，吃多了还容易闹肚子。先天过滤，再熬煮，最后取盐。别装满，留出熬开的余地。还是咸的，咸才对，杂味少了就行。火别断，也别太猛。水越少，盐越浓。等它自己析出来。这还是盐？这才是真正能吃的盐。成了。真的不苦，比以前吃的盐还好，像雪一样。哇，这也太细了吧！海水晒出来的盐，居然还能再炼。以后我们不仅不缺盐，还能吃最好的盐。陶器有了，细盐也有了，接下来才该真正开始建设这座属于我们的孤星岛。晨儿，你不会又要折腾什么新东西吧？今天我们烧砖。烧砖？我们不是已经有棚子了吗？还烧砖做什么？棚子只能挡风，挡不了大雨，更挡不了台风。
孤星岛四面环海，一旦遇到暴雨，棚屋很可能一夜全塌。想长期住下去，必须建真正的房子。可建房子需要木料，需要瓦片，还需要工匠。没有工匠就自己学，没有瓦片就自己烧，没有砖就从今天开始做。这东西倒是不难，做1块不难，做1000块才难。1000块不止。想盖房子，想垒炉子，想建窑，砖越多越好。这得做到什么时候啊？咱们是不是已经能活下去了？何必这么拼？是啊，每天赶海晒盐，不也挺好吗？你们觉得现在这样就够了？那艘送我们来的船，走的时候带走了我们所有退路。皇帝把我们丢到这里，难道是让我们在这儿度假的吗？现在我们没死，只是因为他还不知道。等他知道了呢，我们有盐、有鱼、有水，这些东西一旦传出去，就会有人来抢。到时候是靠棚子挡刀，还是靠藤筐挡箭？继续做。从今日起，谁敢偷懒，晚饭减半。少爷，咱们不是已经有柴了吗？为什么还要烧什么炭？木柴是木柴，木炭是木炭。木柴只能做饭，木炭能炼铁。那是不是烧出炭就能把红石头变成铁了？差不多。小少爷，石头真能变铁？能不能？试过就知道。少爷，这不是把柴埋了烧吗？这样不会全烧没了吗？所以要少进气，让木头闷着烧，烧掉水分和杂质，剩下的就是炭。烧东西还不能让它痛快烧，这是什么道理？三叔，火烧得太旺，木头就成灰了；火烧得慢，才会成炭。虽然听不懂，但感觉你又要成了。少爷，这里有我盯着就行了，您还是去休息吧。行，那我就先去睡了。少爷，这就是炭，成了。砖有了，炭也有了，接下来先烧砖，等红砖成了，我们就垒真正的炼铁炉，到时候红石头真能变成铁。如果运气好，能。那要是运气不好呢？那就炸炉。小少爷，炸炉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离炉子远点儿。小少爷，成了吗？成了！
真的成了！泥巴真能变成砖，这东西比木头结实多了。以后咱们是不是能盖房子了？能。陈儿，三叔以前是真小看你了。三叔，你小看我的地方还多着呢。小少爷，咱们现在开始盖屋。不，先垒炉子。你还惦记着炼铁？砖有了，炭有了，矿也有了。今天就是第一炉。少爷，万一又炸炉怎么办？所以炉子垒在营地外。火已经能烧柴了，还不够旺。做饭的火烧不化矿，要让石头里的铁出来，炉温必须足够高。小少爷，火真的变猛了。铁呢？是不是失败了？陈儿，石头变铁这种事本就太难，成不了也正常。不算完全失败。这都没铁，还不算失败？炉温不够，矿石也没烧透，再改。还来？再改。当然来。烧陶，第一窑也裂了一半；烧砖，第一窑也废了不少。哪有第一次就万事顺利的？想住砖房，想有铁刀铁锅，想以后不被朝廷随便欺负，就得试。失败一次就改一次，改到它成。继续。第三炉失败，改料。小少爷，这次一定能成吧？继续吹。这是什么？海绵铁。铁，真的是铁，真的是铁。父亲，孤星岛的第一块铁。从今日起，臣儿之令便是我之令，谁敢违抗，家法处置。是。陈儿，你老实告诉三叔，你以前看的那些杂书到底是哪个神仙写的？三叔，你就当是神仙写的吧。我觉得也是。小少爷，第一件铁器做什么？铁斧。刀可以以后做，现在最缺的是砍树的斧头。不好了！怎么回事？野猪，好大的野猪！小少爷，这玩意儿能吃吗？能。但得先让他死。
小少爷，这家伙真能吃。能吃，但他现在更想吃我们。陆武，别靠近，先把他引开。陆七，在，带3个人把他往井坑那边引。我，你跑得快。小少爷，这种夸奖我不是很想要啊！畜生，看这边！娘哎！哎呦我的娘！就是现在！小少爷，刺不进去啊！让开！晨儿小心！刺眼睛，刺脖子。别站正面。太好了，我们杀死野猪了，有肉吃了，有肉吃了。啊！皮剥下来，别弄破。肉分3份，今晚吃1份，1份盐腌，1份熏干。骨头呢？熬汤。这次我没问错吧？三叔进步很大。少爷，我现在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第一件铁器造斧头，今天要是没有这斧头，拿刀都未必能砍死他。工具用对了地方，比武器更重要。而且这头野猪提醒了我们一件事。什么事？营地太不惜安全，野猪能冲出来，狼和豹也能。晨儿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以营地为中心，先挖壕沟，壕沟外立木桩，木桩削尖，斜着埋，再用红砖垒内墙，先拦住野兽冲撞。所以你之前烧砖，不只是为了盖屋？房子只是第一步，墙、路、炉子、码头都需要砖。想在岛上活下去，我们不能只有营地，我们要有城。从今日起，所有人优先修墙，赶海队照旧保证吃食，其余男丁挖壕沟、立木桩，女眷和老人负责削藤绳、搬碎石、烧热水。砖房还没盖起来，大家晚上还睡棚子，现在先修墙，是否本末倒置？是啊，小少爷，围墙又不能睡人，如今最要紧的还是先盖房吧。昨夜若不是那头野猪白天冲出来，而是半夜冲进棚屋，你们觉得会死多少人？房子塌了还能重盖，人死了就没了。听晨儿的，先修墙。小少爷，这铁铲也太顺手了！要是早有这东西，挖井那天咱们哪用累成那样？所以工具越多，活得越轻松。以后我们不光要造铁铲，还要造铁铙、锯子、钉子。小少爷，能不能先给我造把刀？你拿刀砍树？他拿刀未必会砍树，但肯定会拿去显摆。
能挡住野猪第一波冲击。这下晚上总算能睡个安分觉了。还不够，木桩怕火怕潮，也挡不住人。外面是木墙，里面还要垒砖墙。还要垒砖墙？壕沟、木桩、砖墙、哨塔，一个都不能少。怎么了？又有野兽？不是野兽，是人。什么人？陆明和陆宽不见了。什么时候不见的？中午之后就没看见人。我们刚才去礁石那边找鱼龙，发现少了一捆藤绳，还有几根木头。他们想造法子逃走。逃走？这里离陆地不知道多远，他们不要命了。他们要是逃回去，把岛上的事说出去怎么办？陆七，带10个人跟我去海边，其他人守住营地。救命！救我们！我们不走了，快救救我们！这2个蠢货！少爷，怎么办？不能直接下水，那边有暗流，下去一个卷走一个。把最长的藤绳接起来，绑石头，往他们前面跑，跑！拉！小少爷，我们错了，我们只是想回去报信，让组里救部来救我们。报信？你们连海流都不懂，连方向都分不清，拿什么回去？靠这几根木头？我们就是不想一辈子困一死在这里。想离开可以，想离开可以。等我们有了真正的船，有了能认路的人，有了足够的食物和武器，我亲自带你们离开。但在那之前，谁敢私自出海，就是拿全营业人的命开玩笑。臣儿说得对，若人人都擅自行动，孤星岛迟早大乱。从今天起，孤星岛立第1条规矩：未经允许，任何人不得私自出营，不得私自出海，违者鞭打10下。你今日做得很对，父亲，我不是不想走，我比任何人都想回去，但不是像他们那样把命交给浪。那你想怎么回去？造船，造一艘谁也拦不住的船。等我们再回大前的时候，不是逃回去，而是开回去。木墙继续加固，壕沟继续往外挖，砖窑不停。另外，从今天开始，营地4周挖排水沟。小少爷，排水沟是做什么的？下雨的时候，山坡上的水会往这里冲。营地地势低，如果没有排水沟，一场大雨就能把我们泡在泥里。臣儿，这天看着不像要下雨啊。是啊，少爷，现在最缺人手，挖沟是不是太浪费力气？有这功夫，不如多烧几窑砖。可万一不下呢？三叔，你觉得孤星岛四面环海，会一直不下雨吗？排水沟不需要太深，但要有坡度，水要能流出去，不能堵在营地里。少爷，反正您说会下雨，那肯定会下。陆七，你现在倒是信得快。所有人立刻收东西，鱼竿、盐、木炭，全都搬进砖屋。火种护好，老人孩子先进屋。真要下雨？别慌，按队搬。赶海队搬盐，砍木队加固棚屋，烧砖队护窑。棚子塌了，快进砖屋！若是没有这屋子，今晚怕是要出大事。少爷，水真流走了，别看了，把堵住的地方挖开。
陈二，这次三叔是真的服了。三叔，你上次也这么说过。这次比上次更服。小少爷，后山塌了一块，有没有人受伤？没有，但塌出来一些怪石头，黑的，烧起来还有味儿。黑石头。小少爷，这是什么？石头烧着了，这有什么妖物？不是妖物，是煤。煤？木炭能炼铁，但木炭要砍树，要烧制，数量有限。煤不一样，只要挖出来就能烧。小少爷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炉子能烧得更久，砖能烧得更多，铁也炼得更多。传令下去，从今天开始，后山列为矿区，砍木队分一半人出来，改成采巢队。小少爷，这黑石头真能一直烧？能烧，但不能乱烧。为什么？这东西烟大气味重，烧不好会呛死人。挖的时候也要小心，土坡刚被雨水冲过，随时可能塌。这么危险，那还挖吗？当然挖。危险不是不能做，而是要懂规矩。第一，不能直接在下面掏洞，先从上往下倾土，挖成台阶。第二，每次只准2个人靠近，其余人在外面接矿。第三，发现土坡松动，立刻退。第四，矿区不得点明火。小少爷，不点火怎么试它能不能烧？你想在矿坡下面把自己烤熟？不想。那就听话。小少爷，这黑石头真顶用，以前烧一窑砖，柴火堆跟小山一样，现在省力多了。以后砖窑都改成这种烟道，炼铁炉也要改。小少爷，这也能吃？不能吃。那留着做什么？烧石灰。贝壳还能烧成石灰？三叔，我不说了，你烧。它活了！这是生石灰遇水。小少爷，这小东西比藤条好用多了。这才多久？刚登岛时我们连水都没有，现在竟然有墙、有屋、有炉、有铁，还不够。这还不够。现在只是能活，想不被人欺负还差得远。小少爷，海上有船。朝廷的船。看不清，但不是送我们来的那艘。小少爷，怎么办？所有人进墙，灭掉明火，武器拿出来。看出是什么船了吗？暂时看不清。会不会是朝廷派来查看我们死没死的？若是朝廷，不会只来这么小一艘船。那是什么人？海匪。不能让他们看到营地真正的样子，把砖窑和炼铁炉的火全灭了。煤堆盖起来，细盐铁器全部搬进砖屋。女人孩子藏到内墙后面，男丁换破衣服，手里只拿木棍，不要露铁器。小少爷，海匪都来了，咱们还藏铁器？让他们觉得我们弱，他们才敢靠岸。靠岸之后呢？
靠岸之后，就别让他们走了。陈儿，我怎么觉得咱们不像护国公府的人，倒像一窝难民？越像越好。哟，还真有人！老大，看样子一群被流放的倒霉鬼，哈哈，今日运气不错。你们谁是管事的？我是。就你，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。我们只是被流放到这里的人，岛上没什么值钱东西。没值钱东西？这是什么？我们抓的鱼。哼，还有锅碗。老大，盐。好盐！这岛上竟然能制这么好的盐！小子，这盐哪里来的？海水晒的。放屁！从今天起，这座岛归老子了。你们这些人都给老子干活，男人晒盐捕鱼，女人伺候兄弟们。敢反浪的，直接丢海里喂鱼。各位好汉若想要盐，我们可以给。老子不光要盐，老子还要人。再往前就过线了。什么线？哼，一道破沟也敢拦老子？动手！让你们抢盐！他们有铁器，快退！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被你们看不起的流放犯。你敢动我们？我们是黑胶帮的人，我们老大有3艘大船，上百号兄弟。少爷，很好，正愁没人送船来。你什么意思？把所有海匪绑起来，伤重的止血，死了的埋掉。另外，派人上船清点东西。从现在开始，那艘船归我们了。黑胶帮若真有100余人，迟早会找来。那就更要快。修墙、造锚、炼铁，还要改船。改船？这艘船太破，跑不远，也打不了仗，但它能让我们学会造船。黑胶帮以为他们丢了一艘船，可他们不知道，他们送来的是孤星岛第1支舰队的种子。小少爷，这船以后真归咱们了。不然呢？还给海匪？那不能。陈儿，船虽然到手了，可这也意味着黑胶帮迟早会找来。所以我们要赶在他们来之前，把这艘船拆明白。拆？小少爷，好不容易抢来的船，您要拆了？不拆，怎么知道它怎么造的？可咱们如今就这1艘船，万一拆坏了怎么办？它本来也跑不远，船底有裂缝，帆索老化，舵也不稳。你看这里、这里、这里都有问题。真拿它出海，遇到风浪就完了。你打算怎么处理？先清点船上物资，再审海匪，最后把船上能用的东西全拆下来，木料、铁钉、毡布、绳索、舵、锚，一个都不能浪费。黑胶帮有多少船？小子，怕了？问你什么答什么。谁愿意说今晚有饭吃？谁说的详细，伤口给药；谁不说，就饿着。我说，老鼠，老子都快死了，还管什么帮主？黑
黑胶帮一共有3艘大船，5艘小船。帮主叫黑胶，手底下大概150多人。他们平日停在黑风礁，那地方离这里不算太远，顺风2日能到。2日航程，若他们发现这艘船没回去，很快就会派人来找。他们多久会发现？我们这次出来是找淡水和能抢的渔船，约定5日后回黑风妖。5日？那我们岂不是只剩几天？若5日没回，他们就会派人找。5天够做很多事。你们船上谁懂修船？他叫胡老四，以前是船匠，后来欠了债，才被抓上船。小少爷饶命，小的不是自愿当海匪的，我会修船，我会补船，我还能看图。你会造船吗？小船会，大船，小的只参与过修，不敢说会造。够了，小的愿意给少爷效劳，只求少爷饶命。陈儿，海匪的话不能全信。我知道。从今天起，你归船务队。若老实干活，有饭吃，有伤药。若敢耍心思，我不杀你，我会把你吊在海边，让你自己看着潮水涨上来。小的不敢。少爷，您这法子吓人多了。黑胶帮最早5日后发现异常，他们若派小船来查，可能7、8日后到；若直接派大船，大概10日左右。我们必须准备迎战。第一，围墙加高；第二，壕沟加深；第三，打造铁矛和弩箭。弩箭？他们从海上来，靠岸之前，我们必须有远程武器。若能造弩，守岸就容易多了。第四，建船渡。船渡是什么？就是修船造船的地方。从今天起，海边划出一块地，用木桩和石头围起来。胡老四负责讲船体结构，陆七带人记录。我记录？小少爷，我宁愿去推风囊，也不想画这些。以后你想出海，就得看懂船。5日之后，黑胶帮或许就会发现不对。那就让他们来。你有把握？没有，但我们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强。今天我们只有1把铁斧，明天就会有10根铁矛。今天我们只会拆船，明天就能修船。他们来的越晚，我们胜算越大。哈哈哈哈哈！说得好。有船，东南方向有船。才10几个，这是探船，后面一定还有大船。先吃掉它，按计划来。还真是这儿。老六他们的船没回来，多半就是在这岛上耽搁了。会不会出事了？一群流放犯能出什么事儿？估计是这里有好东西，舍不得回去了。看见没有，一群软脚虾！
再走一步，射你喉咙。下一届不会骗。不行！又一艘船。小少爷，这算不算黑胶帮又给咱们送东西来了？这只是探船，真正的大船很快就会来。还有多久？我们只是先来探路，大当家就在后面，最多2日。2日后，黑胶帮3艘大船都会到。2日够了。小少爷，2日能干什么？把船拖进浅滩，拆帆、卸锚、取油。另外，把所有粗盐、鱼油、木炭粉都搬出来。陈儿，你又要做什么？做一份大礼。等黑胶帮来了，就送他们上天。陈儿，咱们现在加起来能打的人也不过几十个，就算有弩有枪，也未必挡不住3艘大船啊！挡不住也得挡。当然要挡，但不能傻挡。黑胶帮从东南方向来，想靠岸，只有2处地方，一处是礁石滩，船容易搁浅；一处是这片浅湾。他们若想大量上岸，必走浅湾，所以我们不在岸上等他们。不在岸上，那在哪里？在水里。把昨天缴获的小船拖过去，船舱里塞干柴、鱼油、木炭粉、粗盐袋，外面浇鱼油，再用藤绳固定方向。少爷，您是要烧船？火船。拿船去撞他们？不是撞，是让他们乱。黑胶帮有3艘大船，靠近浅湾时速度不会太快，只要火船顺着潮水冲过去，他们要么躲，要么撞。只要他们阵型一乱，我们才有机会。若火船没撞上呢？那就还有浅滩目标。趁退潮，把削尖的木桩埋进水下，涨潮后看不见。小少爷，这些木桩真能扎破船？若是大船慢慢过，未必；可若是慌乱转向，船底撞上去，轻则漏水，重则卡死。我们要的就是他卡死。怕吗？怕，怕才正常，但怕也得打。像我儿子。船，3艘大船！老六那废物竟然会栽在这种地方！大当家，岛上好像有墙。有点意思。靠岸！男的杀一半，剩下的抓起来干活，女人和盐全带走。小少爷，再不放，他们就靠岸了。点火！我船，快转舵！蠢货，别让他靠近！放箭！射舵手！上岸！给老子杀上去！让他们踩陷坑。擒贼先擒王。你是这群人的头，杀你的人，老东西，口气不小。死！大当家死了！黑蛟已死，放下兵器者不杀。
顽抗者杀无赦，强者不杀。火船残骸别靠近，等烧完再处理。派人看住3艘船，能拖的拖上岸，所有俘虏捆起来，分开关押。父亲，你受伤了，皮肉伤，不碍事。先包扎。现在岛上你可以不听皇帝的，但得听大夫的。大哥，陈儿说的对。陈儿，这一仗之后，附近海域只怕都知道黑胶帮没了，所以我们更要快，还要快。黑胶帮没了，不代表海上就安全了。他们抢了这么多年，也可能还有靠山。消息传出去，别人会想知道是谁吞了黑胶帮。陈儿说的对，胜了这一场，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从明日起，孤星岛全面扩建，俘虏分队干活，愿意归顺的编入劳工营，不愿归顺的继续拎铁，船务扩建3倍。我们要在最短时间内把这些船修好。小少爷，修好之后呢？之后，我们就不再是被困在孤星岛上的人，而是这片海域新的主人。